桌，一口接着一口，家有喜事牛肉面卤味，一吃就有喜事。时尚玩家没有乡民之 Hello Hong Kong 哎，怎么会有泰国的手势？对啊，为什么你的忍不住？哎呦，我们来到 Hong Kong， 是不是有很久没有来到香港了？香港真的改变蛮多。对，好久没来了。因为其实香港的艺术啊、潮流文化发展的其实蛮成熟的。那你会发现，其实很多的当代艺术也好，博物馆也好，其实在香港都蛮多。尤其在后疫情时代，2021年呢，也开了这个我们今天要来的这个 M+。你看 M+， 它是全亚洲哦，全亚洲第一间当代视觉文化博物馆。哇，厉害了吧？全亚洲那很厉害。对啊，所以我觉得香港这个地方对我们来说很方便，你飞1个多小时的到，哎，可以看到全亚洲第一间。走吧，我们去看看。这边怎么那么好拍啊？到处拍都觉得好有艺术感。其实你看这边的这个展场的空间啊，真的非常舒服。重点来了，因为这一位真的最近非常的红。全球都在火。其实大家一定都知道他，草间弥生呢，他现在住在日本东京啊，现在长崎县巴基的一位艺术家。这边的展啊，草间弥生的展其实是全亚洲除了日本以外，这边最大的一个展览。哦，香港是最大的，而且据说是他连2022年最近的他的手稿现在都在这里展。哦，所以他清画就会直接送来这边，我们就可以及时看到他的。对，就是他画完之后，然后包好，然后拿着行李，然后自己这样来香港，然后送。然后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对，热腾腾的。没错，所以草间弥生医生的故事非常的传奇啊，所以大家可以上网看一下。这样，我们现在就要去看他的展。之前很多人就说，哎，草间弥生的画有密闭肌恐惧症，人看到会有点害怕。你也有吗？我有一点，我也有。但是仔细去研究草间弥生这个人，你会觉得他真的是故事蛮特别的。就从画里面可以看出他。对啊，他从10岁就有幻听幻觉，其实他是一个有深受一些疾病困扰的，然后他从小就拿妈妈的那个铅笔就一直画点点，就是我们现在看到非常有名的这些点点。今天从这个亚洲除了日本以外最大的草间弥生展可以看到，他从1950年他的自画像，你看他嘴巴。我觉得从一个画家的自画像跟他的画作可以看得出他的心境的改变、心路历程，而且这些都是不是版画哦，这些都是草间弥生的手稿。然后一路到我们刚刚有说了嘛，其实草间弥生到现在已经93岁了。这个博物馆收藏了他现在最新2020年的自画像，就是这一幅。哦，是最新的。对，这一幅其实也是草间弥生蛮著代表作的。你往后看，那要再给你看。往后看不太一样，对不对？往后看不太一样啊，因为觉得中间那个很像一个漩涡。哦，这个就是现在也是最值钱，全世界最值钱的南瓜。这个在 LV 有看过。对。我一开始看这幅画的时候，以为它是那个章鱼触角，章鱼触角，其实它是南瓜的鱼。因为后来发现后期他画很多这个，其实它有一种暗示，就是性爱的执念，但也很妙，就是说因为草间弥生其实本身有性行为恐惧症，那他为什么要？可是我觉得他很勇敢啊，他透过画作去画这些他认为是对他来说是恐惧的事情，透过画作他可以突破他自己的恐惧，来克服。其实你看后面的这些画作，也是他以前历代的画作嘛。他画很多，他画超多。然后这一面墙是他2022年最新的画作。这个系列呢，就是我每天为爱祈祷，其实都是最新的啦。但确定这一幅是2022年7月。其实你看为什么他以前的画作比较大，现在变得比较小啊？
因为啊，其实草间弥生从小就有幻听幻觉，然后他后期的忧郁症有非常的严重，这样，所以他也是防止自己自杀，所以他在70年代的时候就把自己住进了精神病。哦，那他原本就是有自己一个工作室，本来是有啦，但后来因为可能就是防疫的问题啊什么，就是反正你画作要送进去，然后他画完之后要送出来，其实是有一定的困难度。对啊，有时候会伤到那个画。对啊，就反正画作就比较小，你的运送过程当中就会比较简单。但其实即便他住进精神病院，他也没有放弃对艺术的执念。没错，感觉他是很想把他看到的告诉大家，对，告诉大家。刚刚说了 M 家就毕竟是一间什么？当代视觉文化博物馆。哎，对，所以要有视觉嘛，所以现在要带你来看的这一个呢，是一个美国艺术家叫 People， 他做的这一个艺术品呢，其实是蛮特别的，他要呈现的 information 很多。展区叫做人类1号，他是诞生在元宇宙第一个人类，所以叫人类1号。哦，就是背着 Uber Eats 的这位朋友。他一直在走的意思就是说，代表人类一直不断的在前进，在往前走，一直不断的突破。但是呢，他虽然是人类，可是他是穿着太空装，对，因为他是诞生在元宇宙。所以其实现在的艺术与潮流已经非常的突破你的想象。对，真的是突破想象哎，完全不会想到有这种艺术。接下来要带你去这个地方，应该也是说他从2019年就开了啦，但因为后来疫情嘛，但这个地方如果你接下来香港，我真的推荐你们一定要去。比较 K11 Muse 花了10年的时间创造，它里面结合了购物、美食、还有艺术品。对，所以我们就要去看看这个地方了。地方可以愿意花这么多的心思在做这些东西，你知道他是跟一个非常有名的设计师合作的吗？这位艺术家叫做盐田千春。你看他的这个红色的啊，像纸的东西啊，他就是让世人写下一个讯息。哦，世界各地不同的人都写了。对，因为其实 K11在2019年开，2019年的时候其实还没有新冠病毒嘛，是到2020年的时候才开始。那你看他那个红色纸，就是给你一个讯息，就是说你写下你对于这3年来的 COVID-19 有什么样的感想。那其实你仔细看，它里面还有2艘黑色的，有没有？用架子做的那个船。其实它也有个含义，就是告诉你说，不管未来怎么样，我们都要往前行驶，就是不要停下脚步这样。而且你看到所有这里面的艺术品啊，都是他们自己大老板的手。哦，那老板一定是很喜欢收集艺术品。但是他花了10年的时间把它整个改建成这样，改建成他自己心目当中想要的一个样子。这一区呢，就是 Bohemian Garden，OK，但它的也非常的细心，因为它这是宠物友善嘛，没错。然后呢，也会带小朋友来，所以小朋友跟宠物要丢去哪呢？丢来这里。对，所以但是你来呢，如果没有带狗狗的扁扁袋呢，这边也有附，然后还有消毒的，还有垃圾桶，很贴心。这是 Birdie Friends 嘛，就是毛毛的毛小孩的友善地区这样。然后这边就是小朋友的，他们就可以在里面玩这样。但是注意了，就是你进来的时候，毛小孩必须要在笼子里或是推车里面。哦，就在这边才能放出来。对，然后它会有一个电梯是直接直达7楼，就在 Kenzo 旁边。哇塞，太酷了吧！每一样东西拍起来都好美哦，这颜色哦，好浓哦，很浓的嘞，是沙酱的味道很浓郁，是很好吃。没人比里长更了解他的里，想吃最在地的好味道，跟着里长就对了。时尚玩家全新网络计划，里长带我吃，打破你对里长的想象，带你吃遍全台大小里。每星期里长带我吃，好吃就在这里。详情请上时尚玩家官方网站或 APP。
其实这边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结合艺术跟咖啡厅，它叫做 Creator， 这就是策展人的意思啊。哦，所以这一间就是一个艺术品结合咖啡厅的一个概念。是带大家逛一下，因为它真的超多艺术品，我看了超兴奋。还有这一支我之前一直想买的，你现在所有看到的艺术品啊都可以买。你看看，这些都是小小东西都可以买，而且你如果想买的话，它这边就有名片，你就可以扫它的 QR code 就上。我觉得这个操作非常网络上就可以买了，对不对？对。那其他这边的展啊，会不定期的更换啊，像是前阵子就是村上隆的啊，对啊，因为它的后面你看那个 couch 嘛，很多的话，它都会一直不断改变。这个小比尔大眼睛超可爱，就是在这边可以吃吃喝喝休息一下，然后呢看看艺术品，对不对？一来就给你一个牛排龙虾的，对不对？香港最有名就龙虾 ，Sit down please 啊！哇，时尚玩家鱼肉乡民哎，这个也可以打印哦。真的，哎，我想问一下，如果我们拿就是任何的照片，你们都可以打印？对啊，可以啊。大家需要加 extra 的钱吗？不用，就是要先寄照片给你们，是不是？不用，现场 iPhone 的话用AirDrop。我不信，我们现在来拍一张合照 ，drop 给你。这样可以印出来哦。对，好酷哦。哦耶！哦，好。那我们现在要先从安格斯牛排开始。对，你这牛肉有没有看起来？牛塞。哦，这颜色。3分熟的。水啦。哦，它有蒜头哎。对啊，这种整颗烤的最专业。你知道烤这个其实有难度，因为你第一要挑到整个很漂亮的大蒜，然后上面要烤得脆脆，然后下面也要熟。配这个蒜头哦，一切都好刚好哦。你有知道它上面撒那个胡椒跟盐吗？有，软硬度刚刚好。好嫩哦。然后你要吃配它那个蒜头啊，哦，它这个肉很赞。它那个肉啊，因为我们点的是3分熟，粉色的，粉嫩的，很好咬。然后它外面还有一点焦焦的，脆脆的酥皮。哇塞，太酷了吧！很快就出来了。哎，它打得好细哦，很细节，而且它颜色都很漂亮，连你衣服上面的字都还蛮都有出来，仔细的耶。这是那个波士顿龙虾意粉，那意粉就是意大利面的意思。哦，它的味道都好足哦。它龙虾面好好吃，它应该是有用龙虾的膏去煮那个番茄的。哦，好浓哦，很浓的嘞。那虾加酱的味道很浓郁。哎，它的摆盘也很漂亮。我跟你说，刚刚看到它菜单上面好多东西摆的都像艺术品，你看它多新鲜，一下就脱皮。来，谢谢。哇，它那个龙虾也很甜哎，很 Q， 很 Q 很甜哎。哦，这是什么？飞啦，私人入场。这甜点呢，私人若彩虹，遇见方知有。它里面有朱古力的榛子酱，士多啤梨是什么啊？草莓。哦 ，strawberry。哦，是我们的提拉米苏。那我来试它的甜点。好，姐姐你要吗？好。你怎么好像放个假回来变乖了？你放假的时候干嘛了？我平常有不乖吗？而且它底下是法国面包，哎，天哪，这看起来超好吃的。对，这看起来超好吃。怎么样？每样都是我最爱的，法国面包，然后榛果酱，棉花糖也是烤过，所以你一咬下去，它就整个这样，像奶油融化那样。我觉得它整家店就好有艺术感。它其实不配料就很好吃哎，然后是加上那个草莓，酸酸甜甜，还有那个蓝莓，蓝莓，好搭哦，好吃哎。这个我很喜欢。对呀，这个好好吃，很好吃。它的每一样东西拍起来都好美。太浮夸了吧？但是我不是很好吃，它怎么跟好像一般吃到的甜米，它没有那个甜米的苦味。对，但它也不会很甜。哎，对啊，它就是在那个苦跟甜之中
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因为我知道提拉米苏它是不是底下那个是要去沾一个什么酒类？对。然后有一些的那个味道，虽然我还蛮爱喝酒，但我很讨厌吃到提拉米苏是那种。那它如果吸收太多的话，就会变。我就不喜欢那种，可是我觉得它非常刚好，然后它里面湿润也刚刚好，对，就不是让你咬下去是那种会就觉得那修打嘛。其实你自己看它这边，它是外围它有包覆，但是它里面还没有，就代表它吸附的刚刚好。这很厉害。我久违的香港啊，真的是吃吃喝喝好开心哦。其实香港本来就是一个潮流艺术文化地，很气息很强烈的一个地方。对啊。但是呢，同时又保有一些传统的、古老的味道。我觉得香港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所以今天就叫新旧交接嘛。所以这个新的完之后，要去一个旧的地方看看。你看，刚刚去看完比较新颖的艺术之后呢，就是要新旧交替嘛，所以要带你来这个是庙街。其实我自己也没来过庙街，很妙吧？我也是第一次来这。对啊，所以这是第一次，我们也是跟大家一样当观光客来这边走走。但是因为这边呢有一个非常棒的一级古迹要介绍给大家，也就是天后古庙。这边为什么叫庙街？其实就是以这个天后古庙的这个庙来取的。虽然说看起来很古老，但是它里面其实有一个书院是非常的新颖的，就是也是重新翻新的。那我们要去看看。要去看一下天后古庙。其实它原本的原址不在这里，你知道吗？原本它是在一个海边，然后是由水上的居民盖成的。是后来1874年有一个甲午风灾，所以后来他们就开始又重新筹备啊，又筹钱啊，又人力啊，后来就选了这个地方盖起来。这样油麻地其实有个故事的由来啦，因为以前这边的居民都是在卖桐油跟马兰，所以才叫油麻地。原来是有这种由来。对，然后今天我们也讲了说这个书院，这个书院啊，其实是1919年东华三院的主席啊，知道很多小朋友没有书可以读，1920年在这边创立了这个书院。那他现在这个书院啊，就是改成自助式，它里面就是刷条码，你借书你就刷出去，是没有人在里面服务。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这个应该就是跟他们以前其实有关系的这些古迹吧。这个书院还蛮特别的，油麻地书院，大家都可以来看一看、逛一逛。然后旁边这个呢，还有已经庙街的这个大排档推的那个车子，超酷的，现在真的可以推真的可以推。你看这以前的这种大排档，但现在真的应该是找不到了。这很酷很怀旧，在这里拍照打卡是一个很好的点。其实我真的蛮佩服他们，可以把这种新旧的东西结合得非常的完美。对啊，怎么会想象这个庙里面会有这个书店？酷吧？然后它的所有的摆设都可以拍到它，他们这里是叫摆拍啊，就觉得很酷啊。有点像进到时光机，回到以前的那种感觉。它这边有一个那个自动贩卖机来贩售它的书籍，因为我看有些书都还没拆封过，而且它要打10% off。除了书还有纪念品可以买，但他如果没有付钱会怎样？他们这边有最新的监控设备，这里有最新的监控设备。我们上面有3座神明正在看，这就是他们监控设备，最新的监控设备。这边还有一个很热门的打卡景点在这里，东华堂药行就是你刚刚讲那个东华三院。对，那这个凉茶。你看，它这边有各式各样的凉茶。我还需要花钱买凉茶吗？人走茶就凉。它这边是没有在卖啊，但是可以提供打卡拍照。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还是油麻地。那其实呢，从以前呢，我就知道说香港其实你看他们住的就是密密麻麻的，对，没错。那香港真的寸土寸金，那房子都接得很近。对。但是到底多寸土寸金，你有好好研究过这件事？其实我没有去研究，我也不敢去研究。那所以我们今天刚好要去的那个地方旁边就有一个房仲业者，对，房仲业，然后它上面就有这边的油麻地房子的价钱。那我刚才也问了一下当地的这个导游，他说油麻地其实对他们香港人来说是已经算是便宜了喽。我们也很震惊那我们现在就来算一下，他现在这边是用尺啊，对，但是你这个除以36的话就是
1坪。2房1厅406尺，11.2平哈，也算11.3平哈。然后卖408万，408乘以3.8，他要卖1550万台币。他们说这很便宜，然后我刚刚问他说，那贵的话到底有多贵？他说 ICC 那边呢、对，1尺5万，1坪是180万港币，3.8，1坪要。这维多利亚港的夜景真是世界有名，落地窗就这样看出去的夜景，一整天都可以吃饭。椒超大吃哎，皮也很 Q， 然后家要分2口吃，黑胡椒和牛，这意外的很大。很好吃吗？我觉得这是在外面吃不到的味道。，1尺5万，1坪是180万港币，3.8，1坪要684万，不代记哦。，1坪要684， 1坪哦，好可怕哦！这就是香港的房价，所以其实我觉得在香港可以从疫情后生存下来是蛮厉害，真的是蛮厉害的。因为这一家我们这是50年的老店，但这一间其实他原本的老板，他因为要移民而结束了营业，但后来有新的老板来承接这间，然后把它改造成咖啡。这一家叫做大安茶冰厅嘛，可是也有很多什么茶水厅啊，还是冰室啊，冰室听到蛮多的茶餐厅啊。对，其实后来发现他们好像卖的那种东西都差不多。对，但是它这间呢，其实它是比较主要是以咖啡为主。你可以看到它，其实它蛋挞很大一颗，它其实比一般茶餐厅还要大，而且种类很多。然后再加上刚刚稍微看了一下，其实它没有卖奶茶。对啊，为什么？它是主打很多咖啡啦，但它基本的一些什么茶餐厅的东西还是有，可还是有是它的价位真的是偏高一点。对，但是它就是新旧交替的一个，也是很好的代表，所以我们就来吃看看。好。点的这个是原味焦糖，对，它这里没奶茶可以喝，但有港式奶茶的蛋挞。对啊，然后这个是它的曲奇它的饼干，柠茶曲奇，而且它的所有这些东西啊，都是早上做好的这样。哦，这跟我一般看到那个蛋挞差很多哎，真的很大一颗哎，而且它的皮都是硬，其实就看得出来，感受得出来它的那个皮的软度跟里面的嫩度。你看它里面就好奶茶哦，奶茶裹面感觉挺浓的，它里面是有那个流心，还温温的。它的港式奶茶好好吃哦，好奶哦，然后它的皮好酥好好吃。上面是蛋挞，然后下面有这个夹心，我也看起来。对啊，这看起来很好吃。老板娘你好，其实老板娘非常的年轻，欢迎 Vicky。欢迎。这个你们下面夹的是什么？我们那个是焦糖，焦糖酱。因为你们的茶冰厅啊，跟别人卖的东西有点不太一样。对我们这边实施是加咖啡机。我懂，好好吃哦。那个焦糖的味道不会强调原味蛋挞的味道，有一些焦糖你会吃到有点苦，对，可是它不会，这是照你们自己每天早上现做的。对，那个焦糖的 recipe 我调了还蛮久，对，所以调了一个很适中的味道，又不会把原本那个胆味给盖掉。可是我觉得你要试一下那个奶茶，港式奶茶底下也是有一层吗？那个是炼奶。我很喜欢它里面放那个焦糖，你有没有觉得它的焦糖很像那个牛奶糖呢？哦，有一点，对，就甜甜很好吃，跟它的蛋挞意外的搭。对，而且其实你们的原味蛋香味也蛮香的，比别人香哎。我们是用日本蛋去弄的。如果想在这边喝奶茶，但点不到的话，可以点这个。你就点2个蛋挞，然后说可以帮我打成汁。对。但是为什么你们没有卖奶茶的？因为始终我们是咖啡厅，我们是做精品咖啡，我不太希望客人就因为奶茶而忘记咖啡。OK， 那我想也问一下，就是说茶冰厅跟茶餐厅，跟冰室这些到底最大区别是什么？其实就是同样东西，只是这个名字上面有一点稍微不同。
但是这个名字是前一手的老板老板留下来，我不希望把它改掉。哦，所以大安茶冰厅就是原本最原始的名字。对，我没有改。那你们是装潢有稍微改了一下，东西都弄新，但是有一些旧的东西还是留下来。像是这个椅子嘛，桌子什么都有留。听说这个前身也是很多港片会来这边拍摄，或者是歌手会来这边拍 MV 嘛。是的，没错。好酷的一家店，所以他用心做的咖啡你要喝一下。好，那这个是你刚刚点了一个是菲利克的那个， Sparkling Lemon Tea， 对，还有有气柠茶啊。这个菲利克是什么？香港有一个比较有名的饮料叫好利克，我们就把它加到那个咖啡里面。它是一些麦芽粉，对，然后我把它加进去，然后加上燕麦奶跟那个double espresso。很有层次感诶，对那个麦芽的味道很香，对，燕麦奶的味道，然后再出来这个咖啡味道，然后那个麦芽的味道也很突出。这个为什么还有这个杯子？这个杯子是我们用来它原本的味道，柠檬香气，柠檬的清爽，但没有柠檬的酸度。对。然后铁观音，我印象中铁观音其实茶蛮浓，可是它蛮清爽的，对蛮爽口的茶感，然后再加气泡这样。这个就加上一些蜜糖跟青柠汁在里面。就是让你觉得在夏天的时候来一杯很舒服，好清爽哦，很清爽。对，这夏天很过瘾哎，对，很消暑啊。谢谢 Vicky，谢谢 Enjoy。旺角，其实旺角这个地方还蛮有特色，尤其像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啊，叫做618上海街啊。上海街。对，那这个呢很特别哦，这一区呢是在这个2战的时期，这是老唐楼改造的。那你知道唐楼是什么吗？其实就是每个地方建筑物的名字。比如说像新加坡啊，槟城的就叫做店屋，香港跟澳门的就叫做唐楼。这边呢是2战时期留下来的2级古迹哦。你看它的柱子啊，都是古物哎，上面有特别讲说不能涂鸦。对，他说这个是保育的文物柱。对，2战时期的是从600号上海街600号到626号，有好几栋老唐楼，经过改造之后呢，就把它重建了之后，就变成一个很文青的商场。我看到有贩售一些那个像这个手作市集。对，而且它其实不只是卖东西，它还有吃的东西之外呢，其实它上面呢，你看它这个都有 QR code，然后你可以扫它的 QR code，你就可以回到这个以前618上海街的时光之旅。这边你看还有一个 QR code，你就可以扫啦。这以前它这个是一个单车行我觉得蛮有趣的，让旺角这个地方感觉又更有味道。对。所以这一整栋呢，我们今天也要来好好的逛一逛、看一看，重温一下老上海的样子，然后来看一下跟现在到底有什么差别。没错没错，有一家店呢，不知道看我们时尚玩家的观众朋友有没有记得？有一次去台中，安安有介绍，对，吃茶3000，居然在这边有。不过他那时候也有讲，他台中是唯一一家店，其他都在海外。那我们今天就会去吃吃喝喝、看看逛逛。没错。其实我觉得这栋很像成品哎。是蛮像，然后也很像那个西门町的万年。对啊，我觉得它的整个古玩啊，整个风格我好喜欢哦。然后呢，这一家是一个冰室，银之冰室，但是呢，重点是它的对面啊，是它的老板自己的收藏。银之文具是不是超级古色古香的？老板好像是从1985年开始就开始慢慢收集这些东西。是，但这些没有卖的哦，不要乱触碰，因为有的时候老板放得满满的。不小心的话，它就会全部掉下来。对，这是老板的一个展示间，展示给大家。就好酷哦！老板你好，老板的风格实在是很香港，很 fashion。自己的兴趣慢慢收集，是不是？啊，对，没错。因为我从1985年开始，我能念这个写字的时候，我就慢慢对香港的老东西，有一个兴趣。是。但是说从这个收集这个老东西，这个看到世界不同的历史。所以是先有冰室，还是先有这个？我一本书叫这个文具墨鱼。每一趟我要编一本书的时候，我要重建一个空间来写这个一本书的文房具。有了这个空间之后，就有对面这个冰室。哦，这个我的概念就是分享，文具物分享，酷哎。
啊，铝头呀，很多都是台湾的玩具。那你记得你收集的第一样东西是什么吗？啊，就是我自己从小用的一支圆币，圆珠笔。对，很短的。啊，对。这么多东西，你还记得什么东西放在哪里哦？这个店我还好，还记得，其他的不记得。记不记得？这里应该差不多就是我整个收藏1/1000左右吧。 1/1000？对，没错。好多，我看到很多的加菲猫，然后在香港也很常出现加菲猫。啊，我想应该这是70个到80年代左右这个美国的文化，是一个共同回忆啦。因为我的宾士每2个月都会转一个主题的，就是我太多的我的自己收藏。那我们就先去宾士吃饭了。好，谢谢。尝一下美食。对啦，终于吃到了港式的宾士，它超多东西，它还有大阪烧炒乌冬，这就是日式料理哦。对啊，还有鳗鱼炒饭，还有台式担担面，它好多东西有。你那一杯是什么？我这杯叫做滚水蛋。其实我刚刚以为是水煮蛋，结果它是一杯饮品哎。哈？其实我刚刚已经先把它搅拌掉了，因为它刚刚是1颗生蛋黄直接打在热水里面，但是我怕它水温，我来喝喝看。这好难形容的味道哦，但喝起来有点像布丁的感觉，有点布丁的味道。那你那杯是什么？我这一杯是鲜紫苏柠檬，其实它的很酷哎，它的紫苏他们说是他们自己农场种的。这个是芝多士，然后椰汁葡国鸡球饭，这是肉丝炒面。他们说这个的吃法啊，其实你如果这个面想要吃脆脆的话，你可以把它破半，然后放到自己碗里面淋。然后或是你不介意的话，你就可以把整碗淋上去这样子。因为整碗淋上去的话，它的面它的那个脆度会变得比较软。对。哇，脆！这整碗东西都是我爱吃的银芽肉丝哎。哇，香港就是要吃这个味道，好香港代表性的味道。面好脆哦。配这个肉丝跟那个，它里面还有香菇、豆芽菜，这样配起来很搭。还有韭菜丝哦。其实这一道应该是要淋点红醋哎，就看个人喜好啦。就是这种勾芡的东西，醋是可以提味。那这个是辣椒，你也可以蘸辣椒吃。要加醋。那我建议大家可以吃一点原味的，然后加一点醋，它那个味道会提鲜更鲜美。这个我也蛮期待的。哇，它肉很大块哎，大块鸡肉哎。好好吃哎，它有点像冰城的味道。好好吃哦，这鸡肉好嫩。但是说它的调味都非常优秀。它上面那一层焗烤，那个咖喱味很浓郁。它上面那个应该是椰丝啊。它的酱汁都已经融入到它里面饭里面。它饭是有味道的。对啊，它饭其实都已经有上色了。我有这个是哈多士，虾多士，对，虾很大只哦。哇，整只虾在里面哎。还有2/3虾在。对，因为我这块咬下去是饱满的虾。它虾很 Q 哦。我很喜欢它的外皮，它其实下面这边都已经烤到那种脆脆的，就吃起来会有那种面包脆脆的感觉，然后再加上它那个虾子弹牙的感觉。不过这个哈多士啊，你觉得有点大份。像我们这种柠檬小口的，可能就没办法吃。怎样？那怎么办？那怎么办呢，老板？就是我们这个哈多士，还有一个就是小份的但是这2个虾是不同的，每一天都是新鲜我们拿回来的。这个应该是炒虾嘛？对。然后这个是腐虾。那个虾子比较扎实，这是比较好入口，但是虾味也是很明显，很浓。不错哎，他每天有这样新鲜的这个海鲜来做，就是蛮下成本。你应该很期待吃那个吧？会。奶油要趁冷加进去，淋这个应该是蜂蜜吧？对。就是要这样趁热那个奶油酱，哇，融化。这样。它有一点咸淡的感觉，金沙很味，就是很淳朴的西多士。
好好吃。真的很好吃啊，那个蜂蜜很香。对，配上那个奶油，你真的是甜点怪，真的好吃哎。你多吃一点。这个结束后配这个甜点刚刚好。哇，在香港就这样一直走一直吃，就是一个很怀旧的大楼里面，然后吃着这些觉得很具代表性的港对点。港点啊。啊，饱餐一顿，把它吃一吃吧。你等一下要去别的地方晃晃。刚才我们也在中环，但是山上嘛。那现在下来中环的市区，其实我们离大家知道的兰桂坊很近。然后呢，这边有非常多的古迹，你也知道，香港就是以古迹著名。然后呢，今天我们要来的这个地方非常非常极度特别，它叫大馆。这很热闹哎，刚刚看到就很多人，一直往里面进去。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在外面很安静？对，对不对？可是你走进去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事情。很热闹啊。它虽然外面也是很多酒吧啦，然后进来这一边呢，其实它以前是一个警政私署，它是已经被列为是古迹了啦，就前警察局，然后呢又是一个裕多利的监狱。然后又有赛马会，所以它其实是非常多的系统在一起。还有一个法院在里面，还有个法院，对啊。然后你看里面超热闹，而且重点是还有好多很帅的阿东啊。而且现在才下午哦，才5点多，对啊，还没到晚上哦，就已经这么多人了。然后你也很适合带小朋友来。然后那一栋应该是警察局，因为我刚刚上去借厕所的时候，我看到它墙上有非常多警察的历史。然后以及要当香港警察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等等。对，身高啊。对。然后我们刚才也去后面那一栋看了嘛，那个裕多利监狱。对，我们刚刚还有进到它原本那个算是法院嘛。对，审判的地方嘛。审判的地方。然后不止这样子呢，它这边可以吃饭喝酒之外，其实呢，因为大家知道香港很多地方都是结合艺术，所以在这一区也有很多艺术展，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很棒的体验，大家一定要来。它每一家餐厅跟每一家酒馆都非常的有特色。刚刚里面我们还有看到它以前的监狱啊，然后它的历史都写在上面。对，那我们要找的酒吧在后面那边，所以我们就先去我们那。我们刚刚从前面的广场走到它后面是另外一区啊，那边后面那个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赛马会。然后呢，这一栋现在好像有在办艺术展。那其实这一区啊，这个广场啊，以前是他们的操场。哦，这边是监狱操场。那刚刚有提到说这边有很多展览，对，其实这个地方这一块板子上面都有各式各样它的展览。这个就是他那边在展的啊，这个地方真的好酷哦！我觉得这个地方会让人家想待着。永新啊，后康里来咯！时尚玩家 App 提供吃喝玩乐最新资讯要给你，不定期呢还有生活家电、住宿跟餐券等丰富大奖被赏你哦。没错，现在还推出新功能独家优惠卡，下载 APP 可享有美食、旅游等专属独家优惠，真的超棒的，超级棒的！所以赶快去下载时尚玩家 App。这一个很特别，我跟你说，它是一个酒吧。酒吧在这里？这是酒吧，然后它前身是一个监狱哦，很酷吧？我们要去监狱喝酒。监狱改造的酒吧。对，然后它的名字也很可爱，叫 Behind Bar， 就是监禁。因为你被丢进监狱里面，你也是 Behind Bar。哦。对啊。难道漂亮也是一种罪吗？很可爱吧 ？Behind Bar。它这是真的是一个监狱。它这边还有那个灯哎。对啊 ，disco 球啊。它这边呢只有卖红白酒、香槟、啤酒、cocktail 跟 soft drink，但它没有吃的。你点的是无酒精的吗？乌梅的那个气泡饮。他刚刚其实蛮多选择的，他刚刚有给我那个柚子的跟橘子的，还有草莓的，是不是？对，草莓的。那我这一个呢，我觉得因为我就是蜜桃人，所以我选的就是 peach， 然后还有 ginger 跟乌龙，乌龙茶的调酒。哇，好美的颜色哦！来哦，巧杯。哦，乌龙茶香好香哎，我的梅子的味道也很浓。哇，好美哦！好美，超美。没什么酒味，但是茶味很重。我的就是纯梅子。对。
哦，那后劲很强哎。对啊，那其实蛮好喝的。对，其实它那我们两个表情观念是怎么回事？但是就是它还是酸，可是它是蛮好，它不是美酒的那一种厚重甜腻感，但它是很清爽。我这个其实它酒味没有很重哎，但是它就是你喝喝看好了，我讲酒味不重好像才7%，才7%，不是很少吗？你干杯啊！没有酒味吧？没有酒味，它的乌龙茶香味很重。对，乌龙茶香会把它的酒味给压掉，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来试试看。它就是这个整个大馆的这个地区啊，我觉得很值得来走一走。我觉得它这个概念真的很屌，真的很符合我们这次主题，就是新旧结合的那种感觉。对，谁会想到我们会在监狱喝酒？是不是？对啊。其实像我们来录的时候，其实是2月中了，那播出的时候已经3月，也是3月中了。对。那我们来的时候，其实香港现在的疫情当然都比较减缓了，可是外面都还是要戴口罩，然后室内你吃东西的时候可以拿下来这样。那也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其实很多店，迪士尼也是啊，礼拜2、礼拜4都没有开嘛。这个餐厅也是，这个 bar 只有到10点半，然后外面那一圈的餐厅也大概都到11点半。但是之后应该是会有可能也是会开放，因为陆陆续续都回笼了嘛。对。建议大家就是要出发前要赶快做个功课。因为先询问一下，对，就是提醒一下大家。你真的很爽哎，我只能说。这夜景真的太漂亮了。对呀，这个维多利亚港的夜景真是世界有名的。那这几天这样子一直在看这夜景，也看不腻。世界3大夜景，维多利亚港的夜景，长期的道佐山。那还有另外一个是在摩纳哥。如果你们真的想要看我们去摩纳哥的话，麻烦写信到 TVBS 的总部。没错，跟他们说，要我们俩去看。对。然后我们来看这个夜景，你看这是多么的舒服，每个角度都是有漂漂亮亮的，可想而知它那个如果放烟火的时候有多美。而且其实这次来香港啊，我不知道可能是因为我也长大了吧，就觉得在这次来香港，觉得整个的艺术气息好浓厚。对，好像是跟上次我来的时候也有差，不太一样。对，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地方也就是一个西酒文化区嘛。今天这一家呢，它是 all day dining， 就是它一整天都可以吃饭。装潢我觉得蛮特别，它的装潢让你觉得它是像吃什么？感觉像是吃西餐吧？是不是？你像吃那种意大利面，对不对？可是其实它是吃港点啊。对。你的梅亚奶昔好好喝哦，那像这样整坨哦。其实我刚刚看了一下它的菜单，它的酒单非常的精彩，它的菜单好多，有到这种港点，然后也有三明治，然后也有披萨，就它的菜单蛮多东西，就是你只要在香港想得到的都可以点这样。然后它这个是他们的 M+ 劲科，你看得出来这是什么？不就鲤鱼的？不知道这里面什么虾饺吗？这是鲤鱼吗？是鲤鱼吗？金鱼？应该是金鱼吗？哦，金鱼吗？对啊，我觉得它就是哈劳。那我们虾超大只哎，皮也很 Q。它虾要分2口吃哎。太大一块。奇怪，它吃起来有个麻辣锅的味道哎。我知道，就是那个椒麻粒，对，但它没有麻，它只有那个椒麻的香。对，很特别。就是那个小那个香味，对，那个香味。接下来这个是什么？看它外表是萝卜丝饼吗？它里面是和牛。和牛？对，它叫黑椒和牛酥。黑胡椒和牛在里面，它的黑胡椒酱是很正点的黑胡椒酱。而且这意外的很搭哎。我觉得这个会让人家想念呢。对，而且它的洋葱很甜。我没想到哎，它外面那么酥，跟这个和牛那么的搭哎。然后我个人是超爱黑胡椒的。那这个都又是什么东西？红烧汁带子。带子就是干贝。对。然后上面有鲑鱼卵。我没想到他们会那么配哎。芋头跟干贝。可是你芋头里面是不是还有其他东西啊？它不是那种很绵密的芋头泥。好吃吗？
我觉得这是在外面吃不到的味道，这吃不到。你看这个鲍鱼有没有那么大颗？下面甜甜的，有点像是蛋挞的那种皮，甜甜的，但是上面又有海鲜的味道。那应该是鸡肉跟菇下去炒。但我觉得你要搭配一起吃，它那个皮其实是蛮甜的。真的要合起来吃哎。对啊，真的要合起来吃啊。那合起来吃完全是不一样的味道。它下面甜甜的，带下中间的那一层有一点咸，然后鲍鱼也是甜甜的。我觉得它整个的味道综合的非常好。甜咸甜这样子。很像在吃蛋挞，很难以想象，又很像在吃鲍鱼烧麦。这个真的有颠覆哎！我觉得这个港点都是让人家觉得不是那种传统你一般就吃得到的港点，很特别，很创新啊！还有港点哇！你们现在这个是粉果，里面有花生。哎，对我刚刚想说我是咬到是腰果还是什么，你看它是花生，味道很特别。怎么有点像那个咸水饺？有像，只是它没有咸水饺那个胡椒味跟没有炸外皮，很香哎，很香。它咬起来根本不用沾任何东西，我就觉得味道很。这个单吃就可以喝。而且它这里也有调酒，浓吗？酒味先上来，然后最后咖啡味才上来。所以这边很忙哎，让你最后马上。但是甜甜的，哦，很酸吗？酒味有哦。有哦，它酒味有，诚意十足。我觉得这个西九文化区，大家可以来花个时间来这边走走看看，吃吃东西，逛逛街，然后外面还有夜景可以看。对啊，这一大片落地窗，就这样看出去的夜景。对啊，久违的香港，我其实这几天在香港啊，我觉得很有感触哎，因为之前超爱来香港，我没事就会带 Emma。那时候就是在跟你前姐夫吵架的时候，我就会来香港。哦。对，然后那时候还住洲际饭店。哦。反正后来也是因为疫情，然后后来也很久的一段时间，真的都没来香港，然后也很怀念香港，只能透过新闻看到香港，心心念念就是牵挂着香港，想要再回来吃吃喝，没想到真的回来。你上次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我也是大概18年、17年的时候，觉得香港完全焕然一新，然后又更好，有你看新旧交接，你看有 K11潮流的地方，然后西九文化区。对 M+，然后还有很多的餐厅，真的是让我们看到完全不同风格的。这次我来，我也是觉得很不一样，多了很多艺术气息啊，这是我觉得，好像跟上次看到不太一样，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其实我觉得我们又更深度走了，因为每次自己来的时候就会在这边逛逛、吃吃。就是你到了那个百货公司就沦陷在里面这样子。对，这次我有被拉去一些古玩啊，那些稍微比较有体验到的。但就是觉得很好玩了，就看到不同面貌的香港，觉得蛮好的。就是说香港，你依然完美哦。我们时尚玩家娱乐香蜜，下次见喽，拜拜。